编号003，现在要给你加药了，你还可以吗？我可以。这药都试死2个人了，你怎么还敢报名啊？我老公欠了很多钱，我要替他还债。开始吧。没关系，老公，为了你，再痛苦我也愿意。沈泽死的倒是轻松啊，可他欠我的债一分都不能少。他拿假药骗了我3个亿，他好大的胆子！不可能，沈泽不是这样的人，一定是他手底下的人阳奉阴违的陷害了他。我管什么陷害，我只要钱，要不然我让人把他挖出来，榨干他最后价值。不要，不要，我还，我替他还。你拿什么还？你一个家庭主妇，干什么呢？你3个亿？3个亿？不过我这倒还真有个事，只要你愿意干，3个亿的债不但可以一笔勾销，而且我还保证不会去动他们坟墓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有双手，我可以挣钱还你的。你在想什么好事？你也不看看你这黄脸婆的样子。是这，来我公司做试药员，只要你熬下去，3个亿的债一笔勾销，怎么样？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给你，可比沈泽欠我的多多了。要我把沈泽挖出来，要来我公司当试药员。去吧，只要能让沈泽清清白白的走，再痛苦我也愿意。你这条贱命可真够硬的，竟然能熬到第7期试药。沈泽，你没死。你不是猝死在办公室，我明明看见医生给你盖了白布，还签了死亡确定书。我当然没死，我和曼丽去度蜜月了，还得谢谢你替我补上了这么大的窟窿。再说了，你作为沈太太享了3年的清福，也该帮帮沈泽了。反正这3个亿的贷款现在在你名下，等你是要死了，这笔账就是笔烂账，没人会查到我们头上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沈泽哥哥喜欢你吧？他和你在一起的每一秒都觉得无比的恶心，如果不是为了让你背债，他碰都不想碰你。你这贱人，不把试药做完，我们怎么拿到钱？以上，最后1期试药提前。可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就进行最后1期试药。我是病人家属，我说了算。不要！不要！病人心率骤降，血压也在掉，需要停止注射。不许停，必须把最后1期注射完。就是，反正他是自愿的，签合同了，你怕什么？反正他贱命一条，
死了也没什么。我是病人家属，我同意进行最后一期试验。开始吧。怎么回事？我没死。这不是沈泽猝死那天吗？难道我重生了？你说这能行吗？万一被识破了怎么办？妈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买通了太平间的工作人员，不会有事的。妈，这是公司新研发的药剂，喝了能让人假死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事成之后，你俩去度蜜月，你可得给我怀上个大胖孙子啊！妈，你瞎说什么呢？这个林灿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，你这肚子可得争点气。妈，其实曼丽已经有了啊，真的？哎，太好了，曼丽啊，你可是我们家的大功臣，你放心，我肯定让他俩离婚。让你堂堂正正的进我们沈家的大门。哎呀，啊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快快快！儿子啊，儿子！哎呀，狗男女，竟然敢假死脱身，把债务留给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老公，老公，你怎么能抛下我一个人走了呢？老公，沈太太，你家呀，沈总都是为了让您过上更好的生活呀。你这个害人精，贪慕虚荣！我儿子就是为了给你挣钱，才会没日没夜的加班。不可能，我老公还有体温，他怎么可能死了呢？老公，你醒醒啊！老公，你走了，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啊？老公，你疯了吧？泽儿都没气了，你还这么折腾他，你还是个人吗你？不，我不相信你死了！你醒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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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？你干什么呀？我老公还有体温，肯定没死，我得给他急救啊！老公，你醒醒！老公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啊！是不是我力气太小了？都怪我力气太小了！这个疯婆子终于消停。这个小贱人，会把我儿子给锤坏了吧？都怪我力气太小了，我这就使出浑身的力气。太太，你会把泽儿打伤的。是啊，您不是说沈总还有体温吗？我们现在应该带他去医院看看呀，说不定还有救呢。你不是说他死了吗？我只是摸着他没有心跳了，不然带他去医院看看，说不定还有救呢。对。对不起，病人送到的时候，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。哎呦，儿子啊，你为什么走这么早啊？都是为了他，他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，还贪慕虚荣。为了他，你是没日没夜的加班，最后猝死在了公司。我可怜的儿子啊！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你看我身上
一件首饰都没有。是你要吃燕窝带翡翠，所以沈泽才会没日没夜的加班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你都得跟他离婚。妈，沈泽他已经死了，我啊那是丧偶，不用办离婚手续。那也不行，你嫁进我们沈家3年，都生不出来个孩子，而且还让他为了你加班，猝死在了办公室。你就是个丧门星，我不想再跟你有半点关系。哭有什么用？现在我儿子都死了，你留在沈家也没有意义了。当初我就不同意他娶你这个丧门星，你赶紧签了字滚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沈泽他尸骨未寒，你就让我签离婚协议？难道你是怕我分家产吗？我怎么可以在他这个时候离开他？想什么呢？离婚了，我还怎么处理他的尸体啊？俗话说得好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也没那么绝情。这样，公司归你，房子跟车子归我。我毕竟年纪大了，还要养老。沈泽的公司可是日进斗金啊，我对你可是够好的了吧？婚是一定要离的，但不是现在。不过想把这个满是债务的顾客公司丢给我，没门儿。妈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想陪沈泽走完最后一程。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字你今天必须得签。我儿子已经走了，你还赖在我们沈家，难不成你想占便宜啊？你妈说的对啊，沈泽已经走了，你还年轻，可以趁早改嫁嘛。你安的什么心？难道你老公死了，你就立马着急找下家？我没有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是不会签的，只要我是沈泽的妻子，我就有权利处理他的身后事。你们别想赶走我。沈泽的后事由我来操心，你管不着。妈，你不觉得沈泽死得很蹊跷吗？这有什么蹊跷的？他就是因为加班太累了猝死了，都怪你！你这个小贱人，一点都不知道关心他，就知道在家里享福。妈，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。这个就是我在我老公办公室找到的小药品，说不定啊，就是有人想害死他。糟了，当时太慌了，忘记处理掉了。所以，我一定要查清楚他死亡的真相。医生，我怀疑沈泽是被人害死的，所以我要求解剖，我要求对沈泽的尸体进行全面检查，还他一个真相。解剖是需要征求家属同意的。我就是他的老婆，我同意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我儿子已经死了，你们还想在他身上动刀子，让他不得安生。凌灿，你这个毒妇！妈，就是因为要让他安息，所以要查清楚真相。你难道要让凶手逍遥法外吗？什么凶手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用不知道哪来的小破药瓶子就想讹人吗？想钱想疯了吧你！是不是讹人还原一下就知道了？我要求解剖，还他一个真相，让他死个明白。解剖什么解剖？我不同意！我看谁敢动我儿子！妈，我只是想让沈泽死个明白，万一真的有人要害他怎么办？谁会害他？我看只有你这个小贱人想害他。林灿，妈，阿姨对你已经够好了，那么赚钱的公司都愿意给你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呀？等这个贱人接手了公司，就等着赔死吧。我不要公司，我只要查清楚沈泽的死因。够了，你闹这么一通，不就是想为了不离婚多要钱吗？大不了房子也给你，但是这个婚必须得离。反正房子在我名下，大不了等他住进去，我再把房子卖出去，到时候他就等着被赶出去吧，我就换个新房子。我可以不解剖，我也不要房子，但是我要带走一些东西。你这个丧门星，你到底想什么？下一周就是我和沈泽的结婚纪念日，我看见沈泽的订单里面
有很多名牌包包和珠宝首饰，价值一共1个亿左右。我想，那一定是沈泽买给我的结婚纪念品，那是我们爱情的见证。我什么东西都不要，我只要带走这些就好了。你放屁！那是我儿子买给我的。可是订单的备注上写的是“老婆我爱你”啊，难道……你个小贱人，少在这胡说！妈，那是沈泽因为我怀孕奖励给我的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去拿。等等，等等，我老公买给我的礼物，你怎么知道在哪？难道你经常去我家，还是说东西就在你那儿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当然不知道了，我只是看阿姨太伤心了，站都站不稳，想送她回去而已。对，他只是要送我回去。我儿子刚走，我这么伤心，你就逼着我回去给你拿珠宝首饰，你个黑心肝的，一点都不懂得怎么照顾人。我儿子怎么娶了你这么个丧门星？这个婚早就该离了。我只要拿到沈泽给我的最后礼物就好了，至于名分的事情，我不在乎。那你保证拿了东西就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？我会的。贱人，要的这么突然，我都没时间把他们换成假货。我只是想要留下一点念想罢了。妈，我只要拿到了沈泽留给我的结婚纪念日礼物，我就立马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沈泽，咱们的账慢慢算。这些东西不放家里，放办公室干嘛？我经常和沈泽出入些商务晚宴，这些东西放在公司是为了更好的去见客户呀。要不是沈泽备注了这些，林灿根本想不起来要这些，你也不拦着点儿。妈，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这些珠宝可是真的呀，如果真的给了他，那我们损失可就大了呀。损失大有什么办法？难道他不签离婚协议你就高兴了？你想一直做小三儿，让我的孙子一出生就当私生子？我当然不想了。你想我也不让你当啊！我的乖孙儿可不能当私生子，这个婚必须得离。你赶紧把东西取出来，记住，别再耍花样了啊！我有的是办法，让他把东西再吐出来。贱人，都是沈泽给我的，凭什么拿走？有几件特别贵重的首饰，不敢带出去，怕弄丢，特意买了 A 货，就把那几件留下了，给林灿 A 货就行。哼，反正她一个家庭主妇，什么都不懂。你磨蹭什么呢？赶紧装完给他送过，让他赶紧签字。没什么，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。啊，我瞧瞧。你倒是挺会挑啊，净捡贵的人。这些都是沈泽送给我的，我也不知道这么贵重，都是他自己买的。行了，东西再贵，没我孙子重要。等离了婚，把公司那个烂摊子甩给他，到时候就说泽儿的葬礼要大办，逼他把这些东西都吐出来，不就行了？眼皮子啊，不要这么浅，不要因小失大。万一他反悔不离婚，那我们的计划就全完了。沈泽，我知道你听得见。沈泽，我知道你听得见。老公，你怎么就丢下我一个人走了呢？放心，我会尽快让你入土为安的。女士，请节哀。按照规定，即日火化需要直系亲属签署同意书。我就是他唯一的直系亲属，他的母亲因为伤心过度，
已经全权委托给我了，一切从简，越快越好。好的，我们理解。对了，记得把火开大一点，我希望能尽快带着他去见他的母亲。好。还有，我记得人烧完之后会留下大块的骨头，麻烦您把骨头敲碎一点，我担心老人家看到骨头会一时间接受不了。行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儿子呢？病人已经被家属送到殡仪馆火化了。火化？怎么还没有烧？都等这么久了。这前面还有2个，您别急，再稍微等一会儿。帮我插个队，跟前面的家属协商一下，我想尽快。好。好了，现在可以烧了。您放心，我们这炉子火力足，保证烧得干净。能交给我吗？我想亲自送他一程。好。沈泽，我知道你已死，并且有意识。既然你喜欢装死，那我成全你。所以让我实验，可比这痛得多。全身的骨头痛得都像断的，一寸肌肤都如同烈火灼烧。今天我也要让你尝尝这样的滋味。你这个毒妇！谁让你把我儿子送到这儿来的？他明明还没死。老儿年纪大了，一时间接受不了。妈，我怎么就恶毒了？沈泽已经死了，我是让他尽早火化入土为安，不然尸体放臭了怎么办？滚！你这个丧门媳，根本没资格送我儿子。我们还没有离，我跟沈泽还是合法妻子，我怎么就没有资格送他了？贱人，你不配做泽儿的老婆。快停下！儿子，哎呀，儿子，快停下！神父他没死，他没死！快停下！儿子，泽儿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我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但你们真的不能胡闹了。哎呀，儿子，我们沈家可就这一个独苗啊！儿子啊！沈泽，妈来送你了。你放心，妈我一定会替你好好照顾照顾。滚开！谁要你照顾？你害死了我儿子，难道你还想继续进我们沈家的大门吗？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沈泽辛苦工作，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呀。谁说这个了？我儿子明明还活着，你却把他给烧了，就是你害死的。妈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医院已经出具了死亡证明，沈泽怎么可能没有死？是啊，他送过来的时候身子都凉透了。怎么可能身子都凉透了？不可能，这药只是让人看起来像昏死过去，但并不会让人失温啊！你们找东西太久，我担心沈泽的尸体放臭了，所以把他在冷冻室里面多放一点。贱人，就是你害死了我的儿子！沈总明明没有死，你怎么能把他放到冷冻柜呢？什么？沈泽没死？不可能！沈总真的没死，你快把火关了呀！这里是火葬场，不是你家，你说关就关，没烧过时长是不会停的。哎呀！你说沈泽没死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给他吃掉，明明只是让他昏睡过去，他不可能死的呀！你怎么
怎么能这样？就因为你的做法，沈泽先被送进冷冻室，后被送进焚烧炉，你让他活生生的体验了冰火两重天啊！儿子，我儿子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哎呀！林小姐，这是逝者的骨灰，也按照您的吩咐，把烧成的大块骨头敲碎了。你这个贱人！我儿子都已经死了，你还要把他挫骨扬灰呀！泽哥哥，你这个贱人！我要让你给我儿子偿命！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都怪他！要不是他给沈泽下药，沈泽怎么会被错误的确认死亡？这一切都是因为他！是不是你想要吞了我们沈家的产业，故意害死他的？不是的，我给沈泽的药只是让他昏睡24个小时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，我们还是好好的处理后事吧。遗产总得分一分吧。遗产？你这个小贱人，还想分到遗产？我呸！做梦去吧！妈，公司给你，别的你想都不要想。公司？妈，沈泽的公司那么赚钱，我怎么能要呢？您呀，还是留着公司好好养老吧。这个公司我才不会要，欠了那么多钱，我要那个破公司干嘛？那么赚钱的公司您都不要，这里面不会有坑吧？那么赚钱的公司您都不要，这里面不会有坑吧？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我就是太善良，才愿意把公司分给你。我儿子的工资好得很，日进斗金。我就是年纪大了，不想操心这些乱七八糟的事。您看您这话说的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，管理公司的事情，那我更不懂了。那是你的事儿，我儿子的公司在你手上倒闭了，那是你自己没本事。那好吧，既然您不愿意接管公司，只好我接手公司了。我可以把公司抵押出去，这样多少还可以换一些钱。公司早就被抵押出去了，你以为还能换到钱？虽说公司是抵押出去了，可员工还是咱们自己的。我听沈泽说过，他跟员工签了10年的合同，现在啊，员工的工资比市场价格低多了。虽然我不会管公司，但是员工我可以外包出去啊，这样不就可以赚钱了？公司有2万员工，一个员工赚1万块钱，那1年就是2个亿。还有啊，公司还有一些电脑啊、桌椅啊、配套设施什么的。虽然说二手的卖不上高价，但是凑一凑，总能凑出1个亿吧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了，只不过员工外包的事情可能缓2、3个月，毕竟我一直在家，也不认识什么大老板。我会经营公司，让我来管吧。我会经营公司，不如让我来管。那怎么能行呢？公司可是我和沈泽结婚之后开的，属于我们夫妻共同的财产，给你管算什么事儿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肚子里怀的可是沈泽的儿子，我要管沈泽的公司，名正言顺。不对呀，苏曼丽怎么可能怀孕？明明是沈泽没有什么生育能力呀！天哪，沈泽这是戴了好大一顶帽子。哦，你怀了沈泽的孩子啊，那是天大的好事。不过我依旧是沈泽法律上的妻子，公司的财产我依然会分走1份，每年分我1个亿，不过分吧？你个小贱人，想都别想！曼丽怀的可是我们沈家的金孙，曼丽理应接手公司。凌灿，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接手我们家的产业？哼，赶紧把这离婚协议签了。我怎么可能会签呢？只要我不签，我就是沈泽的遗孀，我就有资格分走沈家的钱。
毕竟在家躺着，每年就可以赚2000万，我可不欠。你说你怎么样才能签离婚协议？给我2个亿。2个亿？你怎么不去抢呀？拿不拿得出来是你们的事情，我只认这个数。要么拿出2个亿，我就立刻签离婚协议；要么我就继续做沈太太，以后啊就躺在家里分钱，以后公司收益有我的1半，你们员工外包的钱也得有我的1份。你个黑心肝的，泽儿刚走你就狮子大开口，你不怕遭天谴吗？妈，我只是太爱沈泽了，我不想离开他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，就是不知道苏曼丽肚子里的孩子还等不等得了，总不能让孩子生下来就是个私生子吧？妈，你别委屈了孩子，再想想办法呀。2亿太多了，顶多1000万。1000万？妈，沈泽给你买的这个翡翠手镯都不止1000万吧？你做梦，这可是顶级翡翠，有价无市。再说，这是泽儿留给我的遗物，你想都别想。切，我才不想要呢！明明就是路边摊买来的铸胶手镯，沈泽英说是拍卖来的，笑死！没想到老太太还真信。那你手镯也不给我，公司也不给我，钱也不给我，我当然不会签了。那我只好继续做我的沈太太了，以后啊躺着就可以分钱。这钱我给，我给你。可是我没这么多现金，这些包包、珠宝、首饰我都可以给你，只要你肯签离婚协议。这些都是沈泽婚内买给苏曼丽的，备注还都是给老婆的，无法律风险。不行，你别得寸进尺，怪不得泽哥哥不喜欢你，你是掉钱眼里了吧？你这些啊都是二手货，虽然买的时候钱很多，但是卖的时候会大打折扣，这些根本都不够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沈泽买给你根本不是这些。城南，沈泽以你的名义在城南买了3套大平层，这下总够了吧？他以为城南的大平层不值钱，可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只要再过几个月，公布那边规划的新地铁线，并且配套大型商超，甚至还有名校入驻，房价直接翻3倍。唉，虽然城南那套房子不值什么钱，但总归是我离开了沈家有个去处。行，我签吧。拿你的东西赶紧滚！我们沈家没有你这样的儿媳妇。求之不得。曼丽啊，你赶紧联系一下你认识的那些老总，看看怎么才能把咱们的员工外包出去，给咱们赚钱。好。喂，王总，我们公司有很多员工，您那边有没有项目需要外包啊？不用。喂，刘总，您那边有没有项目需要外包啊？不需要。喂，林总，什么都不需要啊？苏曼丽，沈泽欠我的3个亿，什么时候能还上？沈泽已经死了呀。他死了？哼，可是公司现在不是你在管吗？这钱可不就得你还呀？周总，您再宽恕我们几天，只要我能把员工外包出去，马上就有钱还给你。外包？你在搞笑？你们公司的员工都离职了？什么？离职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呀！沈泽跟他们签了10年的合同呀！你还真是蠢啊！你还真是蠢啊！
人家签的是劳动合同，又不是卖身契，想离职自然是可以走了。你个贱人，是你陷害我，是你怂恿员工离职的。我可没有啊，我一个家庭主妇懂什么？倒是你啊，苏总监，你都做到这个位置了，怎么连这种基础常识都不懂呢？周总，这钱应该让他来还，他才是沈泽的老婆。我和沈泽已经离婚了，并且现在公司已经归苏曼丽管，她肚子里面可是怀了沈泽的孩子，继承公司名正言顺，可不关我的事儿。苏小姐，既然现在公司是归你管，那这3个亿的债你可得还了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要是你还不上，那你就去我在东南亚的厂子里接客。至于你儿子，我会给他从小注射药物，让他去参加人妖表演。周总，你再宽恕几天，我一定能想到办法的。周总，您看在我们沈家跟您曾经合作过的份上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们只要把员工外包出去，就马上还钱。外包员工，我劝你们啊，别白费力气了。那些员工啊，早就被我介绍到其他公司去了。你以为你们开的那点工资能够招来人啊？是你搞的鬼！我可没有逼他们走，都是他们自愿的。毕竟啊，谁不愿意多赚点钱呢？周总，你看，都是他搞的鬼。我们本来是有钱还给你们，都是他。林灿，虽然沈泽已经死了，但你作为他的前妻，你也有义务还上这笔债。谁说沈泽已经死了？谁说沈泽已经死了？要是沈泽没有死，是不是这笔钱就由他来还？那当然了。儿子，儿子，哎呀，你这怎么了？儿子，快醒醒啊！贱人，你敢这么对我？儿子，你还在就好，还在就好啊！你身上怎么这么凉啊？你这个贱人，我没想到你心肠竟然这么歹毒，把我关在冷藏柜里一整天。哦，那是冷藏柜啊，只有5度而已，冻不死你的。泽儿没死，那骨灰是怎么回事？我奶奶下下的猪得了猪瘟死了，烧掉呢可以防止感染。哎呀，好啊，沈泽，你还真能躲呀！带着小三卷款跑路，还让前妻替你还债，挺会玩呀！周总，这里面有误会，我也是被人算计了。泽哥哥，你快给周总解释，我们不是不还他钱，都是林灿，他把公司搞垮，还把你给藏起来了。啊，对，没错，所以这钱得让林灿来还。你让我还钱？你这是好大的脸！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哼，钱是在我们结婚的时候借的，离婚是借钱之后的事，所以这钱你至少得还一半。对，没错，得还一半。哦，是吗？可是这笔钱并没有用于我们夫妻共同生活，所以不必负担这笔债务。你个没良心的！这些年你花了我儿子多少钱呢？让你付出一点怎么了？我花他的钱，这么多年，沈泽连买菜的钱都没有给我，就连送个礼物也是捡的苏曼丽不要的旧款式。别说我花他的钱，不觉得可笑吗？够了！你们在这给我演什么戏？老子就一句话：钱呢？钱呢？周总，我们不是不还您钱，您再宽恕我们几天，等我找到老板需要外包员工了，我们就能还您钱。实在不行，我们把公司、电脑、打印机都卖了，也能凑点出来。什么外包员工？什么卖公司电脑打印机？
你说清楚，公司难道不是给林灿了吗？林灿说，外包员工还有公司的固定资产能赚钱，所以我就没把公司给林灿。蠢货！这种话你都能信？沈泽，你敢打我？你干什么你？曼丽的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呢。不给钱也行，他我可就带走了。3天后要是还给不上，就把他送到东南亚的厂子里去。我给，周总，我给。保险柜里还有些珠宝，您能不能再还还？可以。珠宝呢？手表呢？都去哪儿了？为了让我和你离婚，这些珠宝手表苏曼丽已经全部给我了。林灿，这么多年，是你一直怀不上孩子，而且我也对你不差，你就看在我们夫妻这么多年情分上，把珠宝拿出来，把曼丽换回来啊！你婚内出轨在先，意图假死将债务甩给我在后，你指望我掏钱跟你换小三？沈泽，你是不是没有睡醒啊？我知道是我的不对，但那你就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你就当帮帮我。帮你？这辆车是你的吧？你怎么不拿它抵押还债？还有，你海外还有栋别墅，怎么不卖了还钱？你是不是不想还钱？好啊，沈泽，看来你是有钱还不想还呢。看来这娘们儿还是没有钱重要。好，我现在就把她送到东南亚去。我还。妈，咱先把曼丽换回来再说吧。妈，这个镯子你先别给，咱们老家不是还有套房子吗？啊！哎呀，什么镯子？镯子能有大孙子重要吗？那这镯子，你看能给多少钱？你就拿个注胶的假镯子糊弄我？这180块的东西你当我傻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是我儿子从拍卖会上买的，价值连城啊！付款记录都是给我看过的呀。妈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怕您不小心给摔碎了，就想买个便宜的戴上。那真的呢？真的，在曼丽手里。镯子我已经卖了。卖了？钱呢？镯子卖了，钱总在吧？钱我花了。曼丽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而且那么多钱，你都花去哪儿了？我不是怀孕了吗？钱我拿去养胎了呀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这就是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。假镯子给了亲妈，真镯子给了外边养的媳妇儿。这个败家媳妇儿竟然把镯子给卖了，钱全花光了。哎呦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哎呦，所以这钱你是掏还是不掏？我还。目前只有这些了。这才多少呀？还差得远呢。周总，你总得给我们点时间，让我们凑够这笔钱吧。行，我再给你们3天时间。3天后要是还不上，我就把他们母子俩一起送去东南亚。反正那边的客人，就是有喜欢这种孕妇。3天，就3天，我保证一定凑够这笔钱啊！周总留步。怎么，你想替你老公前夫还债？当然不是，
我听说周总旗下的生物公司正在研发新药，不知道缺不缺试药的人，不如让沈泽试药还债吧。你当我想不到啊？那试药的金额只有5000万，他欠我3个亿呢，哪儿够啊？啊不，我给钱，我给钱。周总，您看这些够不够啊？还差1个亿，还差1个亿，还差1个亿。可是，这真的是我的全部身家了。是啊，周总，您看，我们都已经还了2个亿了，您看能不能再宽限我们1年半载的？哼，坑了我3个亿，不到1周就准备假死脱身，我还能宽恕你们1年半载？告诉我，没门儿！可是，我真的1分钱都没有了。没钱，那好办，你们俩去我公司试药。你和你妈俩人，刚好1人5000万，就够还债。您再给我们1天时间考虑考虑。行，我就再给你们1天时间，要么凑够钱给我，要么就去我实验室试药。灿灿，我知道你那里还有些珠宝，你就拿出来吧，就当是借我周转一下。找我借，你不觉得你很搞笑吗？你婚内出轨、假死脱身，小三都已经怀孕了，你找我周转，你不觉得很搞笑吗？那些珠宝是我应得的，我不会借给你。灿灿，你看在苏曼丽肚子里孩子的份上，你就当行善积德了啊！孩子又不是我的孩子，我为什么要管？再说他假死脱身，企图把满是债务的公司丢给我的时候，他怎么没有想过行善积德呢？够了！李灿，是你自己没有生育能力，生不出孩子。如果你愿意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让你继续留在我们沈家，和曼丽一起照顾孩子。想让我当保姆，做梦！想让我当保姆，你做梦！林灿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当帮帮我吧。是你自己生不出孩子，不能给沈家留后，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啊！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沈泽连个孩子都没有吧？对呀对呀，我们沈家3代单传，可不能在沈泽这断了后啊！你们现在沈家不是有后了吗？我和沈泽已经离婚了，想要保住苏曼丽肚子里的孩子是你们的事情，和我没有关系。林灿，你真的有这么狠心吗？你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，除了我，还有谁肯要你？难道我非要找个人要我吗？沈泽，你的目光未免也太狭隘了吧！我先走了，至于怎么办，你们自己商量。站住！你今天要是不把珠宝交出来，你就不准走！沈泽，你不要在这里耍无赖！周总，查到苏曼丽卡里还有5000万。好啊，看来你们是有钱不想玩啊！苏曼丽的卡上还有5000万，你们居然骗我说没钱了！你居然敢骗我！你不是说把钱都花光了吗？5000万，你私藏了整整5000万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害怕你以后不要我们母子了，所以才留了点钱防身。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！既然有钱，那就好办了。这张卡呀，我先拿着，你们凑够了剩下的还我，否则你们知道后果。妈，现在我们只需要一个人去试药，这笔账就清了。
你怎么不去啊？苏曼丽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孩子。哎呀，妈，我在外面还有些人脉，一直有一个神秘人在支持我的公司。只要我留在外面，我们就一定会东山再起的。那你也不能让我去试药啊！妈，您想想，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个男孩，您总不能让老沈家绝后吧？我呸！这世上又不止你一个人会生，没有了你，我儿子还能娶个更好的呢。妈，您就可怜可怜我吧，可怜可怜您未出世的孙子。吃药虽然危险，这说不定能扛过去啊，可能就是会有点疼，会有点副作用而已，又不至于会丧命。好啊，你这个白眼狼，我辛辛苦苦的把你拉扯大，你竟然让我去送命！早知道你这么不是东西，我还不如整条狗。妈，泽哥哥也是没办法呀。您想想，要是您去试药，不仅能还债，还能保住我和孩子。可是要是泽哥哥去试药，你就彻底没有依靠了呀。我一个孕妇带着孩子也活不下去呀。哎呀，我命怎么这么苦啊！找了个藏私钱的女人，儿子还逼着我去试药。哎呀，我们沈家真是要完了呀！我们老沈家真是完了呀！都怪你，你这个狐狸精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沈家不会落到这步田地。我跟你拼了！妈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周总那边可等着消息呢，这件事耽误不得，要是再耽误，我们全家都得完蛋。哎，周总，啊，我们考虑好了，去试药。算你识相，半个小时后我让人去接你妈。要是敢耍花样，你们知道后果。好。妈，你赶紧收拾一下吧，周总的人马上就到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小沈。我知道是您一直在资助我们公司，想必您也是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。只是现在公司经营遇到了点困难，您看能不能……哎，好嘞，那我就恭候您的大驾。林灿，你这个没人要的老女人过来干什么？来看我笑话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很快就要东山再起了，待会儿要来这里的可是大人物，你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。哦，那你等的是不是投资人 C 先生？啊？怎么了？你也想来攀高枝认识 C 先生？我告诉你 ，C 先生是看好我才投资的公司，你少在这痴心妄想。哦，那 C 先生什么时候到啊？应该也快到了吧？我给打个电话，好下去接一下 C 先生。你等的 C 先生就在这儿，你等的 C 先生就在这儿。不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会是 C 先生？除了我，就你那破公司，谁愿意投资啊？要不是我私下里给你补贴员工，你以为你开的那点工资还能留住核心员工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妈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周总，您对我妈做了些什么？做什么？你妈她连一点最基础的试药耐受度都没有，第一针下去就吐得昏天黑地，你还敢跟我谈条件？
现在不仅有5000万的试药债没清，连我那些进口药的钱，你也得一并给我赔了，总共1个亿，3天内要么还钱，要么……你不能打我的主意，我肚子里怀的可是沈家的孩子，你不能动我。曼丽说的对，她肚子里可是沈家的根儿啊！沈泽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曼丽和孩子可不能出事儿啊！吴倩，吴倩，事到如今，我也该说句实话了。你也只是来看我笑话的，对吗？不然呢？不过这不是最大的笑话，最好笑的笑话是，其实没有生育能力的人是你。当初我只是为了照顾你的面子，所以说生不出孩子的人是我。不可能，你一定是在骗我！不可能，泽哥哥，你听我解释。这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他也欠了钱，而且他还花光了卖镯子的5000万，这笔账凭什么不算在他头上？让他去吃药，刚好抵消了这笔债。沈泽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就算孩子不是你的，我也是孕妇呀！吃药的风险多大，你不知道吗？这不怕一尸两命吗？先别吵了，看看这个吧。苏曼丽私藏的5000万可不是自己用，而是给了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，就是你公司曾经的财务总监，在他卷款跑路之前，把你公司所有的流动资金全都带走了。你竟然联合起来外人骗我的钱！我真是瞎了眼才会信你！相信我？你当初不也是为了让我给你生孩子才对我好吗？现在你破产了，我凭什么要跟着你受苦？我告诉你，我早就找好下家了。找好下家？苏曼丽，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吗？就算你找了人，今天这试药必须得去，要不然叫你的情妇出来给我还钱，否则你们母子2个都别想好过。沈泽，我告诉你，我死了也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我要把你假死骗诈，比你母亲试药的事全都说出去，让你身败名裂。不用争了，你们俩都得去。什么？老子说话没听见吗？你妈她不仅没能完成试药，还浪费老子一堆真剂，违约金加上药钱，总共还欠了我1个亿，所以你们必须去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由不得你。哎，我劝你们别乱动。上一个试药者就是因为挣扎的太厉害了，导致药物活性失效，遭了罪不说，还欠一屁股债，所以你们还是乖乖的待着吧。沈泽、苏曼丽，试药的痛苦，我总得让你们亲自试试。周总，以他们的身体是承受不到最后一剂药物的，而且他们也不愿意签署免责死亡声明。
哎，今天先放过你们吧。不过你们的债还是要还的。谢谢周总，谢谢周总。城南的房价涨了，我有救了，我有救了！那我呢？滚开！给老子戴了那么大一顶绿帽子，现在还想让老子给你收拾烂摊子？你做梦！你就等着还不上钱，被周总卖去东南亚吧。哼，这个野种倒是命大，这么折腾一回还没死。反正孩子还在，你去找他的野爹还债啊！啊，去啊！沈泽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你当初求助我帮你骗林灿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这种话？现在想甩了我，没门儿！房子我已经给林灿了，你想甩了我自找出路，没门儿！你这个贱人！谁让你这么做的？你们闹够了没啊？不管你们怎么吵，欠我的1个亿，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。周总，您看，城南的房产，我之前以林灿的名义买了3套大平层，现在房子涨了3倍。等我把房子卖了，肯定就能还上您的钱了。有这好事？不过我可得提醒你，这个房子可是在林灿的名下，你能做得了主吗？周总，您放心，林灿这么多年对我死缠烂打，只要我不帮苏曼丽了，林灿他一定会愿意回来帮我的。啊！沈泽，你要对我这么狠心吗？你给我滚开！能不能离我远点儿？看来苏小姐是还不上钱了呀。不是的，我再想想办法。算了，还是送你去东南亚。灿灿，我求你了，我真的求你了！要是我继续待下去，我会死在那儿的。求你把城南的房子还给我，让我度过这个难关。哦，还给你？啊，不是还给我，是借给我，借给我，我以后一定还给你。你觉得你现在说的话还有可信度吗？林灿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求你了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呀！只要你帮我把钱还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纠缠沈泽了。要不然的话，周总会把我送去东南亚的，我是无辜的呀！无辜？当初你帮沈泽骗我签死亡确认书，骗我接手公司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到我是无辜的？哎，别在这演戏了，苏曼丽。你不是说你肚子里野种的父亲是你们公司的财务总监吗？哼，把他叫过来，要不然我现在就把你送到东南亚的厂子里。联系不到他，他自从卷款跑路之后，就把我拉黑了。真是报应啊！苏曼丽，你本来以为你找到的是靠山，没想到却是骗子。你以为你找到的是靠山，没想到却是骗子。要不然把你们2个都送到东南亚去，如何？毕竟你的这个器官呀，还能卖几个钱？林灿，你真的有这么狠心吗？我当然不会看着你们去送死。灿灿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，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别碰我，我嫌脏。哦，贱人，你竟然报警！
子，林子，我还是做不到像你们一样那么残忍，眼睁睁的看着鲜活的生命逝去。但我也不会让你们轻易逃脱，就让你们去接受法律的制裁吧。上一世的债终于还清了，从今往后我的人生再也不会和你们有任何交集了。